辱华了，又辱华了。据说这一次发生在纽西兰，发生在一家企业，叫做汉堡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4月9日星期二，这里是银爵。辱华了，又一次辱华了。纽西兰的汉堡王公司在去年底、今年年初推出了一款新产品，主要的风味特色就是添加了越南的辣椒风味。那么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广告来宣传这款产品，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些西人、这些洋人非常笨拙的用筷子夹着这个主打产品来吃、来搞笑的这个场景。在这个广告引起的相关争议传到中国，又被解读成为辱华。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广告的背景。这个广告在纽西兰的主流媒体上应该说已经发布了2到3个月左右，最近是引发了争议。这个争议的主角呢，就是一位韩国的纽西兰女子，应该说是她是韩裔，在纽西兰出生或者是长大的这样的一位女大学生，她就抗议说这个广告有非常明显的种族歧视，它应该指的是对亚洲人、对持筷子的亚洲人的种族歧视非常明显。这则广告在纽西兰广告标准监管委员会的要求下，汉堡王已经做了删除。删除的原因，国内的很多媒体并没有报道。真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广告下面还有一排字，那就是再来3个汉堡包。那么纽西兰广告标准监管委员会就认为这则广告在鼓励人们暴饮暴食，违背了相关要求。辱华，又辱华了。这则消息传回中国以后呢，又被很多网友以及部分的媒体解读成为又一轮的辱华事件，发生在大洋彼岸，发生在纽西兰。有些网友甚至喊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样的口号，非常的吓人。我就有几个突出的感想。第一点呢，有些中国人真的是自作多情，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真的是敏感到全身都是基点。就纽西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越南族裔、韩国族裔还是中国族裔，对这个广告都没有过于激烈的情绪表达。而且这位在纽西兰长大的韩国的大学生，他批评这则广告的时候说到的是种族的歧视，那么指的是他认为这个广告针对了整个亚洲群体，有歧视的嫌疑。不知道万水千山之外的很多中国网友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激动和狂躁？用筷子的可远远不只是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应用筷子的族群应该说一数一大把，而且越来越多的西人、洋人也会用筷子，也开始使用筷子。所以为什么中国网友偏偏把中国拎出来说，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呢？我的第二个突出的感想就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有太多、太厚重、太挥之不去的受害者心态了。在此前的所谓的瑞典辱华事件，所谓的意大利 DNG 品牌的辱华事件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很多人在评论区里就批评我，但我还是不得不说，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从小学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强调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等等。久而久之，受害者心态就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中的重要的一个维度。受害者心态在有一些族群中、国家中也存在，但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这样浓厚的受害者心态，应该说并不多见。这一点呢，很多中国的学者以及西方的学者都有过论证。同时呢，如果你不戴有色眼镜，那么你会发现，在受害者心态之后的宏大叙事的时间跨度，根据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根据相关部门的一些说法，他们一直在尝试把我们的受害的记忆集中在这个时间段，那就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背后的原因你当然知道。我的第三个想法或者说提醒，那就是那些口口声声所谓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网友，以及一些在渲染这个汉堡王辱华事件的媒体，恐怕有一点要明确了，那就是受害者心态明显不是目前的执政党、目前的政府所需要的。主要因为受害者心态、受害者情绪不好控制，它容易调动，但是不容易管理，搞不好就剑走偏锋。
比如说这一次在提到汉堡王的所谓辱华事件的时候呢，不少媒体又提到了意大利的品牌 D&G。这些媒体搞不好就会受到相关宣传部门的批评，因为你要想一想，习近平可是从意大利带回了一带一路备忘录的签署的。目前可以这样来判断，那就是在中国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更希望调动爱国主义情怀来做基调和底色，所以那些沉溺于受害者心态的网友和媒体一定要小心了。